全球冰封第25天，地面积雪也达到3层楼高，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，一辆雪地摩托轰鸣而过，直奔天海市公安局而去。这里绝大部分都被淹没了。市公安局原本6层的建筑，下面3层彻底看不见。张毅把摩托车停在了4层的窗户前，然后抄起撬棍朝着玻璃窗就砸了过去，哗啦啦，钢化玻璃碎了一地。张毅从口袋里掏出枪，带上矿工灯就爬了进去。张毅对公安局的内部构造也不了解，所以只好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去搜查。来到被冰雪覆盖的2楼，当他用力撬开一间被反锁的房间时，里面的一幕让他微微有些动容。房间的角落里，7、8名警员蜷缩在一起，他们的身上裹着单薄的毛毯，身体已经变得比雪还白。张毅深吸了一口气，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些难过。他们都是晚上值夜班的警员，在遇到暴风雪来临的时候，甚至连御寒用的衣物都没有。张毅想要把他们给安葬了，可是思索了一番之后，又觉得外面冰天雪地，被掩埋在这座他们奉献了多年心血的地方，或许也是一种圆满。他低头鞠躬致意，为这些保护过城市的人默哀。然后他绕过这些尸体继续搜寻，过了快2个小时才找到了枪库，不过外面上了大锁，张毅撬了半天都没有撬开，只好回去找钥匙。好在他知道这玩意肯定在值班室里面，并不难找。张毅拿到钥匙之后，顺利的开了门，里面很多枪械，手枪和步枪都有，一共几十把，甚至还找到了一把大狙。不过这些玩意他也是头一回见到，叫不上来名字也没用过。张毅不管那么多，一股脑的收了起来，回去可以慢慢研究。随后他又在枪库里面找到了1000多发子弹，除了枪支弹药，张毅还找到了10几件防弹衣和整套的防爆用具。光是找到这些，他今天就没有白出来。同时也让他确认了一件事情，外面依旧有着大量的物资，毕竟12月12号半夜下的大雪，等到第2天人们醒来，门前的积雪都1米多厚了，温度更是达到了零下数10度。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末世的来临，也没有开始疯狂的抢购物资。等到后来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出门了。张毅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就离开了警局，随后跨上雪地摩托朝着经济开发区开去。那里2年前刚刚建成了一个万达商城，附近最近的居民楼都有3公里，因此被抢空的概率比较低。到来之后同样是只能够看到一个屋顶了，他如法炮制，打破上面的玻璃，用攀岩的绳索套着自己钻了进去。进入商城之后，里面那些曾经繁华的景象依稀残留着痕迹。环形的商场，一间间门店里面陈列着精美的商品。张毅挑选了一些有用的商店，直接把整个门店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自己的空间。他带上搜刮好的物资离开超市，骑着雪地摩托车开始往回赶。等到他回到岳麓小区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有些暗淡，轰隆隆，发动机的声音在寂静的小区里格外明显。他一回来，各个楼的窗户上都冒出了人脸，死死盯着他在看。26楼15层的一个房间，天河帮的老大黄天放眯着小眼睛，死死盯着那辆崭新的雪地摩托车，竟然还有这种玩意，雪地里面也能跑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要是我们能拿来用的话，以后就可以出去找吃的了，哪里还用得着吃那些酸肉？不光黄天放这样想，每一个盯着张毅的人都会这么想。半个多月的隔离，他们很多人已经疯掉了，剩下的人距离疯掉和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，他们需要离开这里，出去找食物和生存的空间。原本漫天的大雪阻碍了他们，可张毅的雪地摩托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张毅能够感受到这么多目光中蕴含着多少贪婪以及赤裸裸的杀意，但是摸了摸腰间的手枪，想到自己今天找到的大量武器装备，他就觉得非常安心。张毅回去之后就开始给邻居们发放物资，楼梯上一层一层站满了人。这些干受饥饿的邻居看到2大袋食物，激动的眼睛都冒绿光。这一回我出去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回来这些物资，但现在是危难时刻，我绝对不养闲人，吃了这些东西就得拿起武器对抗敌人。谁要是敢吃了东西不干活，我保证让他吃多少吐出来更多。看着张毅手里面的枪，还有地上的那些食物，大家纷纷点头，臣服在了张毅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之下。就在准备点名发放物资时，天河帮的几个工人闯了进来，他们看到地上摆着那么多吃的，兴奋的眼神亮得可怕。赵哥，好多吃的，咱们发了。一个工人兴奋地说道。还有啥好说的？抢！4个工人掏出武器，朝着张毅就砍了过来。张毅没有开枪，而是往后面退去，一边退一边喊道：“这些食物都是给你们的，别让他们抢走了。谁要是杀一个人，我奖励给他5人份的食物。”此话一出，原本畏惧的只想逃跑的邻居们停住了脚步。几个小伙子一咬牙，从身上掏出钢管和菜刀就冲了上去。天河帮的4个人猝不及防，本来以为这些软蛋会吓得逃跑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冲了上来。一群人为了一包泡面大打出手，数十个人挤在一起，铁锨、钢管和菜刀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，大家伙都杀红了眼。再加上极寒温度的条件，让大家即便受了伤都不会觉得很疼。扑哧扑哧，很快就有人受伤，鲜血飞溅。可没有倒下之前，他们仍旧在拼命地挥舞手里面的武器。尤大叔是战斗的主力，他手里挥舞着一根铁棍，虎虎生风，一边怒吼着一边砸下去。天河帮的4个人虽然不怕死，但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。仅10几秒钟过后，他们就被砸翻在了地上。众人害怕他们不死，又继续打了半天。空气中充斥着人们的怒吼，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。毕竟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们一直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，又每天被天河帮的人袭击，所以眼下干净利落地干掉了4个天河帮的人，让他们心中痛快多了。对于天河帮的畏惧也减轻了许多。战斗结束之后，地上留下了6具尸体，除了天河帮的4个人之外，还有2个楼里面邻居的，他们的脑袋和脖子被铁锹砍到了，当场血流不止，失血过多倒地。周可儿看到这一幕微微蹙眉，
作为一个专业的主刀医生，他知道这两人可能还有救，但是需要专业的手术条件以及大量的药物和输血。目前这种条件下，也就只能等死。张毅看着眼前的邻居们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动手杀了人之后，这些邻居们才可以成为合格的排头兵，以后帮他应付其他单元楼的袭击就方便多了。张毅笑着拍了拍手，好，干得漂亮！你们看到了吗？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这些人有什么好怕的？张毅望向前方，朝两个最卖力的年轻人招了招手：“你们俩过来。”那两个年轻人一脸喜色，顾不得擦拭脸上的血迹，就来到张毅跟前。张毅直接从地上抓了一大把吃的，然后塞到一个人怀里：膨胀鼓气的面包、发霉的饼干、脱水的菜叶子，还有一大块发白的僵尸肉，这些可都是地道的好东西。其他邻居看到这一幕，都羡慕得直吞口水，多么希望那些东西是他们的。张毅给两个人都塞了一大堆东西，然后拍了拍他们的肩膀：“好好干，只要以后保持这种劲头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”那两个年轻人激动坏了，身体都在颤抖。这些东西足够他们吃上好几天，他们眼泪都流了下来。已经太久没有吃过正常的食物了。而其他邻居见到了希望，心中也是暗暗有些后悔，为什么自己刚刚没有再多出些力气。奖励完了两个出力最多的小伙子，张毅对其他人说道：“下面该分配食物了，一个个来。”刚刚众人的表现，张毅都看在眼里，表现的卖力的他就多给一点，表现差的他就少给。不过大部分人得到的只是一块面包或者两袋没有小孩巴掌大的饼干。张毅是养过狗的，所以明白一个道理：如果天天让狗吃得太饱了，它就会变得懒惰，而且没那么听话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饿不死，但是一直处于饥饿的状态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狗一直听话。邻居们看到手里不多的食物，心里面虽然有些失望，但是也不敢说什么。许浩，张毅指着富二代许浩，许浩赶紧走了过来，伸出双手。张毅有些嫌弃的看着他，然后用脚在地上扒拉了两下，随手拿了一块水果糖放在他的手里。这就是你的食物。周围的邻居发出讥笑的声音，即便是领到食物不多的人，此时也平衡了许多。许浩瞪大了眼睛，一股浓烈的屈辱感笼罩住了他的心头。他生气地吼道：“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凭什么我就只有一粒糖果？”张毅冷笑道：“你还有脸叫？刚刚别人都在动手的时候，你从头到尾就在后面晃悠，你连那几个人碰都没碰一下，给你这粒糖果都是我发善心了。”许浩气急败坏，不甘心地嚷道：“不公平！你这样太不公平了，你就是摆明了在针对我。”张毅轻蔑地笑了笑：“公平？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事情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谈公平？你真的以为我是在和你讲道理吗？我是在命令你服从我的要求，懂吗，废物！”张毅看了一眼旁边的李成斌和姜磊，这种不服从命令、无组织无纪律的人要怎么处置？李成斌和姜磊此时已经变成了张毅的忠诚走狗。张毅一声令下，二人把手中的食物小心放在地上，然后走过去拽住许浩就狠揍。许浩一开始还想辩驳两句，但是随着一拳狠狠轰在他的肚子上，他全身都痉挛了起来。许浩被揍了半天，奄奄一息的时候，张毅才让李成斌和姜磊停手。虽然许浩是个废物，但是拿起武器也能去当炮灰。张毅指着许浩对众人说道：“这就是不服从楼主命令的下场。也别说我霸道，我这个人非常公平。如果在座的某一位认为我霸道，现在就可以放下手里的食物，有骨气的离开，我绝对不会找他任何麻烦。”邻居们看了看彼此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的。张毅点了点头，很好，那么我们就达成共识了。他走到许浩跟前，此时的许浩虽然被打得浑身痉挛，蜷缩成一个虾米，但是他的手还是紧紧握着一粒水果糖，或许都能让他保住性命。张毅眼神冷漠，一脚狠狠踩在他的手上。他穿的是雪地靴，鞋底非常的粗糙坚硬，踩在许浩的手上，直接让他手背掉了一层皮肉，鲜血直流。许浩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，不由得松开了手。张毅把那粒糖果踢走，在许浩绝望的眼神当中对他说道：“下次希望你能学乖一点。”我张毅是不养废物的。有了这个下马威之后，所有人都老实了起来，乖乖的等着张毅给他们分配食物。很快，张毅就分配完了食物，让周可儿把剩下来的物资收进口袋里。这个时候，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焦急的喊声：“张毅哥哥，我还没有啊！”发出声音的人是方雨晴。他一直以为张毅肯定会对他特殊照顾，给他最多的食物，可是眼巴巴的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。方雨晴旁边的林采宁也焦急的说道：“张毅哥哥，你怎么把我也给忘了啊？”张毅戏谑的看着二人：“没有忘掉你们啊。”二人脸色一喜，还以为张毅是对他们特殊照顾，故意放在最后，可是下面张毅一句话却让他们坠入谷底：“你们俩本来就没有。”方雨晴和林采宁目瞪口呆，瞪着眼睛，仿佛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。林采宁脱口而出道：“凭什么？别人都有，凭什么我没有？”方雨晴更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，从人群中冲到张毅跟前，流着眼泪委屈的问道：“张毅哥哥，你是在跟晴儿开玩笑的对吧？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，你不是说过喜欢晴儿的吗？”张毅抱着胳膊挑了挑眉：“我是说过喜欢你，不过你不会当真了吧？我对许多女孩都是这样，大家本来就是出来玩的嘛，彼此心知肚明。现在我对你失去新鲜感了，麻烦你以后不要过来烦我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”张毅说着，故意把周可儿搂进了怀里。方雨晴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，她哭着指着张毅道：“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明明前一阵子你还让我去你家住，为什么现在你又这个样子？”张毅嘴角一撇：“我就是在耍你呢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蠢样子有多好笑，你这种女人还自以为是个仙女，天天想着去钓富二代，却不知道你在天海市的富二代圈子里那是出了名的，谁不知道你是个花点钱就能睡得破烂。”张毅看向许浩：“许浩，你说说他的外号是什么？”许浩蜷缩在地上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万能插座、公共汽车、俄罗斯轮盘。”现场顿时发出了一阵爆笑，哈哈，想不到我们单元楼里还有这样的人才，
亏我之前还暗恋过他呢。操，看样子几百块就能搞定，早知道我还费那劲干啥？周围嘲讽谩骂的音浪把方雨晴彻底包围，即便他努力捂着耳朵，也无法杜绝这种声音。他疯了似的大叫一声，然后跑了出去。张毅拿出小袋饼干丢到许浩跟前，很懂事，这是奖励你的。许浩眼睛里满是狂喜，他没想到食物竟然失而复得，以至于即便刚刚被暴打一顿，他心里对张毅的仇恨都变淡了许多。分配完了物资，张毅便说道：“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怎么做好防御的事情。咱们楼里去掉不能走路的孩子，还有47个人，分成6个组，每组7个人，24小时轮流值班，防止其他楼的人进攻过来。一旦发现了有人过来，你们就敲响楼梯扶手或者其他金属物件，通知所有人。其他楼层的人醒来以后，同样用这种方法通知高层的人。我刚刚说的奖励一直有效，杀一个敌人奖励5人份的食物，如果没有功绩的话，只是值班每天也会有1人份的食物，但是得由别人先挑选，而且分量也无法保证。”接着，张毅对尤大叔说道：“尤大叔，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安排吧。”尤大叔点了点头，行，没问题。安排完了之后，张毅便让邻居们各回各家，只让值班的人留在4层附近。想要进攻他们单元楼，4楼是必经之处，无论是下面挖地道，还是从4楼窗口爬进来，所以守住这里就可以及时发现任何来犯之敌。